狐狸猫今天带着小树蛙、黎黎、麦麦来参加库克云举办的益智嘉年华，里面有许多闯关游戏，四人讨论着要参加哪个关卡。麦麦提议大家可以挑战酸碱迷宫谁与争锋，听起来跟他们最近学到的酸碱盐有关系，大家纷纷同意参加这个关卡，顺便看看这阵子学的有没有忘记。走进关卡，狐狸猫发现前面有个萤幕，萤幕上出现了一道问题，要求挑战者阅读有关电解质的叙述，再选出正确的选项，并且必须全对才可通关。麦麦没想到第一关就这么难，感到十分担心。小树蛙鼓励他要相信自己，一起来完成这一道题目。狐狸猫和黎黎都举着手，表示自己知道答案。黎黎先向大家解答，这题应该要选 A 和 C。麦麦困惑地询问，为什么 B 是错误的？小树蛙见狐狸猫很有自信的模样，便请他来说明。狐狸猫解释，因为阴离子与阳离子本身带的电量不一定相同，所以当电解质在水中解离出阴离子与阳离子，个数也不一定相同。麦麦这才恍然大悟。解出答案后，狐狸猫按下萤幕中的选项，立即出现成功答对的画面，四人开心地欢呼着通过了这一个关卡，紧接着前往下一关。狐狸猫一行人继续向前走，发现了一个实验桌，看来下一关要准备做实验了呢。黎黎拿起桌上的纸条，发现他们不仅要做实验，还要解释实验原理。麦麦觉得这个游戏真有难度，不过小树蛙安慰他，大家一起努力，一定会解决问题的。狐狸猫提议，让我们先从纸条上的问题开始回答吧。阅读完题目后，黎黎首先回答，酸性物质的特性是在水中会解离出大量的氢离子，碱性物质的特性是在水中会解离出大量的氢氧根离子。小树蛙称赞黎黎回答得非常正确。狐狸猫心想，既然黎黎这么厉害，那自己也要加油了。现在让我们协助狐狸猫一起来做第二题。这道题目真是困难，狐狸猫一行人都努力地思考着该怎么做。狐狸猫先想到了可以加入酚酞来检测溶液的酸碱性。麦麦赞同狐狸猫，也觉得可以使用酚酞，而且他还记得广用试剂可以依据溶液的酸碱性呈现更多种的颜色。听完两人的想法，黎黎提议可以先将溶液分装，分别滴入2种酸碱指示剂做测试。大家认同的点点头，开始尝试这个做法。哇，第一杯溶液在加入酚酞之后，溶液仍保持无色，但若是加入广用试剂后，溶液则会呈现红色，可以推测其为酸性， pH 值小于7。而第二杯溶液在加入酚酞之后，溶液会呈现粉红色，加入广用试剂之后则会呈现蓝色，可以推测这杯溶液为碱性， pH 值大于7。推论溶液的酸碱性后，小树蛙提议可以准备放入 pH 剂了。麦麦紧张地把 pH 剂放入第一杯溶液， pH 值呈现为2。他将 pH 剂清洗过后，再换到第二杯溶液， pH 值显示为12。看到结果后，四人惊喜地鼓掌，检验证明他们的预测是正确的。小树蛙称赞麦麦非常细心，在测 pH 值的时候，有注意到重复使用 pH 计时要先用洗涤瓶清洗。做实验时一定不能漏掉这些细节哦。接下来大家准备迎战最后一个关卡。
狐狸猫一行人来到最后一关，仿佛有种挑战大魔王的感觉。他们为彼此加油打气，一同来到了荧幕前观看问题。麦麦、黎黎和狐狸猫看到需要自行设计实验步骤，感觉有些挫折，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困难的问题。小树蛙鼓励大家，只要努力回想之前一起学习的时光，那些在课堂跟实验室奋斗的日子，眼前的难关一定会过去的。大家听完这一番话，回过神来，开始着手解决最后一个难题。黎黎拿起粉笔协助记录过程。小树蛙发现题目中已提示要使用盐酸跟氢氧化钠，那么这两个物质便是本实验中的反应物了。当盐酸跟氢氧化钠混合之后，根据化学式，我们可以推测产物为食盐跟水，且酸碱中和的过程中还会进行放热反应，使温度上升。而食盐容易溶于水中，我们需要将其加热，当水分蒸干时，就会剩下白色的晶体。没错，四人开心地一同说出解答：酸碱中和会产生盐加水，温度还会上升。大家欢呼着庆祝成功通关。今天的益智嘉年华闯关游戏真是好玩又动脑。小树蛙也提醒大家，不要被题目吓到，只要将平时上课所学发挥出来，解决问题是易如反掌的哦。狐狸猫不好意思地说，自己看到自行设计这几个字就被吓到啦。黎黎和麦麦同意的点点头，相信经过这次经验，以后也比较不会害怕这样的难题了。今天顺利过关了，狐狸猫向大家提议，赶快去吃大餐吧。走来走去又动脑的，他们的肚子早已咕噜咕噜叫了。于是狐狸猫一行人开心的一起出发去吃大餐喽。回到家后，狐狸猫将今天在闯关时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。解离说，电解质在水中会自动解离成阴离子与阳离子，并自由移动，且解离处的阴离子与阳离子所带的总电量会相等，但个数不一定相等。酸性物质在水中会解离出氢离子，碱性物质在水中会解离出氢氧根离子。指示剂可以用来判断溶液酸碱性，而 pH 计则可以准确测得溶液的 pH 值。酸碱中和的反应产物是盐类和水，反应过程中会放热，使溶液温度上升。各位同学，这个章节的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如果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的，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区写下你想对我们说的话吧。大家拜拜。